少公！咦，香菱好像听见怪怪的声音。哎呀，疼，屁股要开花了。这2天真倒霉，总是摔呀摔的。娇小可人，温柔贤淑，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书中诚不欺我。兔苏哥哥，你看那个人好傻哦，看起来笨笨的。好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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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傻。笨笨的，笨笨的，笨笨的，笨笨的。小兰，你又在胡闹，为何会在此地？没，这次不是胡闹。少公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从半夜就等在这儿了。既是自己等着，又为何会从树上跌下？树上不舒服，睡了几个时辰，手脚麻了，下来的时候忘记了。真的好笨哦！我等就等嘛，干嘛去树上？胆小鬼，晚上怕。胡说，晚上有什么可怕的？哼，要不是为了躲那肥婆、躲女妖怪，谁愿意上去？你怎知我们会途经此处？昨日回秦川时，在路上听你和童姨说要去江都。少公，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去找玉衡，留在秦川没意思。还说不是胡闹？方家家境殷实，你若当真不喜念书考功名，自可跟随长辈学习经商之道。如此离家，岂非儿戏？我要是继续待秦川，哪还有命学这学那？为何有此一说？没，我向来仰慕修仙门派，玉衡又是事关重大，假如袖手旁观，我一定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。说真话。好吧，其实我真的很倒霉。哎，男人就是难，不难就不是男人。昨天在书院，我就是这么回事。短短半日，小兰已经遇上如此多的事情。如今，你是想要逃婚？这才不叫逃婚，我根本没答应娶那什么小姐。
少公你知道的吧？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摘的花不香。昨天夜里，我可是才出虎穴，又入狼窟，那个女妖怪也对我虎视眈眈。女妖怪又怎么了？女妖怪哪里惹到你？好的女妖怪自然没有，可是坏的女妖怪要害我。她对我怎么了？不能告诉你。少公，你就忍心见好兄弟去死？哪里有你说的这般严重？你这样冒冒失失跑出来，方家人却不知，终不是办法。嘿，这不用担心，我出城前已修书一封，找人送去家里，看这时辰，差不多是刚收到了。估计二姐要气疯了，爹也逃不过被她骂。爹，孩儿对不住你。唉，要是能换个姐姐该有多好。不过少公，信上面可没提到你的名字，怎样？我够义气吧？耍赖功夫倒是练得好，若是念书也能这般努力，何愁不能高中？我才不稀罕什么高中。少公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你如此破釜沉舟，我还能如何？难道将你绑回方家？哈哈，果然也很够义气，这就叫投之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瑶。只是你与百里少侠，待我问他。这还用问？玉衡是青玉坛的东西，去找玉衡要和什么人一起，自然也是少公做主，关他什么事儿？再说，要不是他昨晚见死不救，我怎会被那个天仙肥婆拖走？你在怎样？想吵架？去，不说话便是没意见了，偏要装模作样摆个木头脸。不许你说屠苏哥哥坏话，你才是大呆瓜、大傻瓜。你说谁是傻瓜？就说你，就说你。香菱，小兰讲话向来不甚注意，你莫与她计较。反正不许他说屠苏哥哥坏话。原来她叫香菱啊，这名儿还真好听。佛祖保佑，别追来，千万别追来！胆小鬼，怕女孩子。你说谁怕女孩子？我才不怕！方家的伏魔心法厉害无比，要不是好男不跟女斗，不，要不是二姐说对女孩子要尊之敬之，我早就把那女妖怪和天仙肥婆打趴下了。吹牛皮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羞羞脸。谁吹牛皮了？小兰所说倒也没错，方太和尚降妖除魔颇有声名，小兰得他真传，若论法术道行，比在下强过不知多少。
看见没？连少公都这么说。少公，打个商量，去找玉衡，一路上有我保护你就够了。那个木头脸，你就把他打发了吧。他那么呆，也不会讲些好玩的让你开心。逮的鸟又那么肥，一看就知道很能吃，简直是浪费口粮。你乱讲，兔苏哥哥比你厉害多了。小兰莫要孩子气，寻找玉衡绝非易事，多一人便多一份助力。就是，要我说你才没用，连女孩子都怕，还跟着我们干嘛？胆小鬼，矮冬瓜！不许说我是矮冬瓜。方家的男孩子都是年过弱冠，还会再长个子。我爹和我祖父一点都不矮。又吹牛。百里少侠，可是有事？苏苏带的鸟好厉害，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在后面了？本来还想再跟进点儿。小妹妹，你这样偷偷的跟着别人做什么？你是谁？怎么走路没有声音？我叫红玉，有事经过此地，见着妹妹不近不远跟着那几人，莫非是看上了其中哪位英俊少年郎？不是啊，我要找苏苏比试，所以跟着他。人界有句话，好像是清楚自己也清楚对手，就一定不会输，对吧？我就想悄悄地看着他，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才算对他很清楚。人界，你和那个人有仇怨？我们约好了，假如我赢，他就要告诉我一个秘密。我不和苏苏打架，我找个机会吓他一大跳。要是他被吓到，没再板着脸，可不就是我赢了？妹妹这性子实在讨人喜欢得很。姐姐那事儿也不甚重要，不如暂且放下，与妹妹结个伴儿。结伴？好啊，我还从来没有和别人一道旅行呢。初次见面，久仰大名，在下风晴雪，望红玉阁下不吝指教。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怪话？
又说错了。我上回听人讲过，正经和人打招呼，不就是这样？哪来的这些规矩？那都是江湖废话。妹妹与我不用如此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跟妹妹就不用。哎，怎么有奇怪的味道？这气味，居然遇上会用赤蝶粉追踪的高人。不过妹妹能觉察到，亦不简单。什么？走吧，你不是还要知己知彼？莫耽误了。我一定要让苏苏吓一跳，惊得眼睛眉毛都歪掉。天色不久便要暗下，今日定然到不了江边，不如先在此地露宿一晚。百里少侠意下如何？少公，你干嘛连这种小事都问他？问他又不问我。看招！是你，坏人！昨天害了屠苏哥哥，今天又来，还说要把我买走。你是谁？认识我？哼，我知道你是坏人。苏苏，你怎么能躲开呢？连眉毛都不动一下。唉，这法子果然不行。可是我想了半天，也没想出其他办法来。苏苏？什么苏苏？不许你这么喊屠苏哥哥！这么喊有什么？没关系的吧，苏苏。屠苏哥哥，妹妹实在好心，怎的偷袭别人还要先出声示意？莫说那位公子觉察，便是你身上沾了随风而来的赤蝶粉，只怕亦避不过高人耳目。高人实不敢当，在下欧阳少公，不得已涉足江湖，奈何身无长技，只得更加小心谨慎些，多有得罪。女妖怪，
你还不放过我？姐姐还未说你这猴儿过河拆桥，即便不念我恩情，莫忘了秦川还有孙家美娇娘在等着你，何至于如此慌张出走？少姑小心啊！就是这个女妖怪，道行很高，连我的佛珠都……小兰，我看这位姑娘不像是你所说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是知妖知面不知心，千万别被她骗了。昨天在书院一觉醒来，她就一直缠我，若不是为了吸，还会是什么？他不是妖，你又知道了。他身上并无妖气，只得一缕凛然剑意。公子果非常人，令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。你年纪大了点儿，屠苏哥哥才不会喜欢。胡闹！现如今的小姑娘，讲话怎地都这般有趣，好叫姐姐心疼。哈哈，在下觉得相逢即是有缘。天时不早，两位姑娘若不急着赶路，今夜不如也在此歇下。这儿好，没什么风，又不潮。走开，走开了！香菱不要跟你待一块儿，不许你靠近屠苏哥哥，坏人！香菱，上回多亏有晴雪姑娘相助，方才缓了百里少侠体中煞气，她又怎会是坏人？缓解煞气，明明是他先把屠苏哥哥打伤的，就算后来帮忙，他们也还是不熟啊，不然屠苏哥哥干嘛不理他？我们靠西面，你们俩待在东面，不可以偷偷过来哦。没错，女妖怪不要以为有机可乘。两位勿怪，我与晴雪妹妹还真是不招人待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会生活。红玉姐，我们去那边坐。剑气。哇，这不是晴川百味堂的招牌肉干？木头脸，你居然拿来喂鸟！暴殄天物啊！这飞鸟难道不该自己猎食？哈哈哈，我知道了，定是因为它太肥太蠢，捉不到猎。死鸟，又暗算我！别以为我不敢把你宰了炖鸡汤。喂给你吃，便不算浪费。混蛋，把我当什么？本少爷怎能和鸟相提并论？香菱在旁边树上草里找了些果子，烤着吃好不好？
要请我们尝尝你的手艺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摘了何物？有红色的、黄色的，还有紫色的果子。紫色的这种最好吃，最好吃了。皆无毒性，可放心服食。一定可以吃的，这些果子香菱都认得。不错，在下一时忘记，香菱于这野外亦是极其熟悉的。那我开始烤了。快点熟，快点熟，快点熟！你要转一转，不然会焦。别插嘴，香菱要自己一个人做好，做给屠苏哥哥吃。等下焦了你就知道了。呀，冒黑烟了！怎么办？是不是不能吃了？别哭，烟有没有熏到你啊？那什么，少公肯定带着干粮，也不是一定要吃果子。不要嘛，人家特意摘来的。这个给你吃吧，烤成这样，我不敢给屠苏哥哥了。那把焦的换掉，我来烤。你这么笨，怎么可能会？谁笨？别小看人好不好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好吧，烤坏了，你要赔我果子。好，我赔。大功告成，尝尝如何？看起来有点好吃的样子。材料虽陋，火候却是极好，滋味香甜。小兰，你手艺如此之好，若是女子，当可嫁了。少公你别说笑，我可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。正所谓君子远庖厨，要不是被5个姐姐逼的。好吃，好好吃哦！看不出呢，你虽然呆呆的，可是有时候还蛮有用。喂，你教香菱做饭做菜好不好？以后我就可以做好吃的给屠苏哥哥吃了。改天再说。当我傻瓜，干嘛帮你去讨好木头？什么？没。哎，少公呢？刚刚还在这儿的。清雪姑娘，红玉姑娘，不知2位可带了干粮？小兰烤了些果子，若不嫌弃，不如过来一起吃些。好啊，什么样的果子？我想吃。我自然是与妹妹一起。少公，你，是你喊他们过来。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呢？说过不可以过来的吗？小兰、香菱，不要太在意。我观2位姑娘言行磊落，绝非邪道中人。
出门在外不易，理当相互照应。这果子可真好吃。讨厌讨厌讨厌！明明是人家采的果子。对了，晴雪姑娘何事？我也来烤些果子。我有从家乡带来的调味香粉，自己配的哦。可惜以前在家里，大哥和婆婆总是有好多事，都不和我一块吃饭。这回终于可以请人尝尝了。忽然有股冷意，莫非是不祥之兆？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。如此样子，十分与众不同。大家都吃。喏，我先拿一个。好吃，最喜欢这个调味香粉了。好吃。难道真是果子不可貌相？妹妹做的，我自然是要尝尝。真的非常好吃啊！饭馆里可是吃不到这种味儿的。香菱不吃，看起来好可怕。怎么样？妹妹好本事，姐姐从未吃到过这样的食物。这调味粉究竟是用什么做的？我想想，有好多虫子的眼睛、触手、粪便，还有我家乡的一种绿泥，放在一块捣，然后别说了。好吓人，香菱害怕。兔猻哥哥，你快点把吃下去的吐掉，会生病的。我懂了，为什么你家里人都不愿和你一起吃饭？我们实在是太傻。在下不放心小兰，跟去看看。姐姐也先去那边歇息一下了。怎么都走了？那剩下的果子，我和苏苏还有这个小妹妹分一分。不要，香菱才不吃这种毒果子。苏苏，你觉得好吃吗？还用问？肯定难吃死了！你就是想害我屠苏哥哥。味道十分独特，终生难忘。独特，难忘，意思就是好吃。真开心。讨厌，那才不是夸你。